飞友消息，前面咱们介绍过，包括南航退役的空客 A380， 深圳航空退役的波音737-900，前段时间中国退回的737 MAX 都是飞到了沙漠里存放。有朋友问，为什么要飞去沙漠里呢？咱们今天来简单聊一聊。其实飞去沙漠也好，拆了也好，首先就是飞机用不到了，或者是暂时的，或者是长期的，都要先放起来。用不到的原因多种多样，最常见的就是航空公司暂时用不到。比如在疫情期间，全球的航班骤减，许多航司的机队无法全部投入运营，就只能选择将暂时不用的飞机进行储存。与其让飞机空耗资源停在高租金的机场，不如将它们转移到存储基地休眠，等需要时再唤醒。当时国泰航空的很多飞机就飞到了澳大利亚沙漠里存放。第二种是机龄老化或者等待出售退役，有些飞机已经不再适合主力航线的运营，比如早期的波音747、麦道80等经典机型就常常被存储，等待拆解或者是出售。当年海航的空客 A350 就在首都机场停了很久，那会儿去派飞机总能够看到。第三种是季节性或战略储备，比如旅游淡季时，一些宽体机可能暂时闲置，又或者航司希望保留一部分的运力，以应对未来突发的需求，也会选择把飞机存储，而不是直接退役。加拿大航空在冬季旅游淡季时，会将一部分的载体客机进行季节性存储。达美航空在疫情期间曾经购买过一批二手的空客 A350-900 客机，先是存放在了亚利桑那和阿拉巴马等地，等市场需求回升后重新投入了运营。那为什么要存放在沙漠里呢？因为飞机的存储对环境也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最核心的就是要干燥。这是因为飞机最大的敌人之一就是腐蚀，潮湿的环境会导致金属结构氧化、电路受潮、线路老化。在飞机的日常维护中，加强通风晾晒是最基本的维护要求，甚至有机务飞友说，通风晾晒好了，飞机的故障率可以降低一半。所以像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澳大利亚的内陆这些地方降水极少，空气干燥，是飞机的天然养老院。飞机在那里并非是真的废弃，有很多只是休息。比如美国退役军机大多都封存在南部沙漠，也就是著名的图森市的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那里存了4000多架美军退役的军机，很多国家的空军都会去那里淘货，阿根廷、菲律宾和巴基斯坦都去淘过。那么沙漠有很多，为什么存放在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沙漠里，而不是更大更干燥的撒哈拉沙漠、阿拉伯沙漠那些地方呢？因为飞机的存放并不是简单的停着就完事了，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比如存放前各类孔口盖要进行密封，防止灰尘、异物、昆虫进入，这是非常重要的。飞机的重要部件爬进去密封，鸟筑巢，客舱进去老鼠甚至是蛇的情况，在全球民航发生过多次，对飞行安全极易造成隐患。存放时还要对各类油液进行排空或者更换，有的还需要定期通电试车，结束存放启用时还需要全面的检查维护等等。所以不但要有自然环境，还需要有技术力量来支持。至于存放的费用，根据机型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情况不一。大致来说，波音737这类的载体机每月大概需要2000到5000美元，空客 A380 这样的宽体大飞机每月可能要1万美元以上。虽然看着不是个小数目，但是相对于航空公司使用它们时每年数百万美元甚至是上千万美元的运营成本来说，还是不值一提的。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朋友们如果喜欢的话，麻烦点赞、转发、推荐支持一下，咱们下期见。